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要怪就怪我吧，都是我的错，我错了。我不怪他，他也挺可怜的。你去看看他吧，我有点担心他的精神状况。有什么可看的？我看那个尹维就是疯了。怎么样了？你说没事吧？都这样了还没事儿，你可真护着他呀？我先走了，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一下伊恩，这几天别让他回家了。别让伊恩回家住，说的倒轻巧，难不成要在外边躲一辈子呀？你别说了。哦，你报警了没有啊？算了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万一他还有下次怎么办？不是所有人都记得你的好。刘伟，少说两句吧，让伊恩先好好休息一下。青叶，我想出院，你帮我办一下手续吧。医生说了，要留院观察2天。对呀，我已经没事了，我不想留在医院里。乖，你要听医生的话，先住2天，出院之后去我家住啊。范老师，立即调动公司所有流动资金，全力收购法国 MC 公司。收购？这也太突然了吧！ MC 公司原本是我们霍氏集团进行收购的，可是霍氏集团的资金现在全部都在2级市场上，抽调不出来。如果要完成收购的话，那么就要动用我们前期投资在爱丽丝的资金。这不行，会影响上市的。我们公司上市申请已经交了，现在抽出资金等于取消资格。所以当务之急，我们要用爱丽丝的名义进行收购。我马上就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你，你核实之后立即开展收购，越快越好，不得耽误。咱们要不要开个董事会再决定？我是董事会主席，这是命令。收购完成，不仅可以做大我们爱丽丝上市前的业绩，还能够保全我们霍氏集团。傅老师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啊！我是公司实际控制人，我会害自己吗？这件事情合理、合法、合规，你还担心什么？好，我去办。云娜，跟我说说话好不好？不说也行，你休息几天，等德瑞克好一点，我们就一起回法国，好吗？你想跟我说什么？
什么，叶娜？我知道你很善良，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对于你来说，确实有点残忍了。你想不通，有些编辑这没什么，大家都能理解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只要我变成伊恩姐，陆川就回到我的身边了。我们还可以回到以前，跟他结婚，生小孩。不，叶娜，你不能。是我们的错，我和德瑞克的错。我们以为一个谎言能够保护你不受伤害，但是谎言就是谎言，它并不能带来快乐和幸福。我们也很煎熬的，天天活在欺骗当中，甚至连自己都骗。每当看见你的时候，无时无刻不在挣扎。可是这一切都是你们给我的呀，怎么只能给我一半呢？我只要陆晨回来，没有他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哥，我知道，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到，你可以让他回到我身边，对不对？我做不到。他说他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，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你混蛋！就这样救过你的命，知道吗？不管啊，你用什么方法去赢得叶娜的原谅，明天把婚结了，听到没有？听我的，带着叶娜回法国。为了沈恩是吗？好，我们谁都比较好过。给你看样东西。他得脑瘤了，随时都有可能发作。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随时会死的人。你骗我，不可能。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你很爱他是吧？你应该为他感到高兴。他说他拿到检测通知，就好像是从老天那里拿到了判决书。他知道自己受到了惩罚，但他很高兴。他终于可以做回叶积累了。放下吧，叶娜。你还有我，有你父亲，我们都很爱你。我们没有你，同样也不能活。一起回法国好不好？重新开始。对了，这是德瑞克晕倒之前给你写的信。叶娜，
爸爸错了，但是请你相信，爸爸所做的一切，真的是因为爱你。当年陆准出事后，看着你的绝望，我才意识到，陆准在你的心里，甚至超越了你自己的生命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爸爸只深爱过2个女人，一个是你的母亲，另一个就是你。你母亲早早地离开了我们，当初如果不是因为还有你在，爸爸的人生早就在你母亲离去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亡了。所以看到你为陆准伤心绝望时，爸爸真是太了解你对陆准那种强烈的感情。爸爸是真的害怕，害怕会失去你这个女儿，所以才想出让人代替陆准的这个办法。可是刚才看到你那么激动痛苦的样子，爸爸才意识到，一直以来我都以爱的名义对你过度的保护，反而给你造成了更大的伤害。也得原谅爸爸，不管你有多么怨恨爸爸都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为难自己，伤害自己。爸爸此生最大的愿望，就是你能开心幸福。我没事儿。叶娜呢？太累了，睡着了。情绪方面呢？我给他看了德瑞克的信，他比之前平静多了。德瑞克也醒了，他说他想回法国，我尽快安排。是该早点回去了。回去之后，你帮我好好照顾着。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叶娜承受了太多。她变成今天这样，有我的责任，但也有德黑克的责任，也有你的责任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早就知道你对叶娜的感情了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那么狠心把她推向给别人？上次是陆准，这次是我，下一次又会是谁？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只要你心里那份感情不变，只要你还爱她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我给不了她幸福，你得给自己一次机会了。耶娜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没事。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会伤到你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是我伤你伤得太厉害了。你恨我都是应该的。我不恨你，我爱你。
我们做原谅。你爱的那个人是陆准，不是我。我承认我不应该欺骗你，我也不奢望你来原谅我。就算我用了剩下的生命，也无法弥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。可是你要明白，人啊，不能永远活在自欺欺人的梦里。既然是梦，它就有醒的那一天。你得有你的生活，新的开始。在我眼里，你是一个热爱生活、对感情执着的女孩。你爱陆准，我能明白那份情感，因为这么多年，在我心里面，也有类似的一份情感在支撑着我活到现在。我太能理解了。可是陆准已经不在了，没关系的，人都得死。或早或晚吧，不管他在与不在，他在你心里。每当你想到他的时候，他的音容笑貌就在你面前，那就够了。你说，你明明知道我是假的，你还要跟我生活在一起，日子久了你会心力交瘁。那在你心里面，你对真正的陆准就没有那份愧疚吗？相信我。你会活得很辛苦的，我知道，你不愿意接受这一切，你想把它维持在原来的那种假象里面。可是，那难道就是你想要的幸福和快乐吗？我相信在天上的陆准，他不希望你活成这样，他希望你活得健康快乐。这些，你现在不能理解。我只想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我不想让你为今天的执着而后悔。我们去看看泽瑞赫吧。他在哪儿？他在医院啊。陆准在哪里？他葬在哪里？我要去看看他。我带你去。一个人在医院里躺了5年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身边的那个人，他不是你，我却没有发现。你一定很怪我吧？对不起，因为你
你都已经躺在这儿了，却不能用自己的名字。他说你在天上看着我，你也希望我开心、幸福，对吗？陆准，陆准，你回答我。如果不是我，如果不是我让你走那条路，如果不是我饶恕让你甩开后面的人，或许这一切都不会是这样。5年前，我在法国发生那场车祸，并不是一个意外，是一场阴谋。当时刹车失灵，车子失控，我连人带车冲出了公路，幸好你父亲在附近，才把我给救了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在这场事故里面，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，另外一个人是陆准。当时你也在车里，他为了避让我，撞向了路边。陆准，陆准，陆准，你醒醒啊！陆准，是我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该让他超速甩开后面的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怪你，是我不该走那条路。很多时候，以我们一己之力根本改变不了什么，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，活好现在。也许，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命运把你带到我的身边，然后又把你带走。我不后悔我遇到了你，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爱情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我把他当成了你。我是不是很傻？我做了很多的傻事儿，甚至差点失去我的爸爸。我知道你在天上看着我，你希望我开心、幸福的活着。
第一笔资金今天就会过账。方老师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太过仓促。商战讲究的是实力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抢占先机。今天下午我就向媒体报告这个消息。这次成功收购的案例，不仅可以让我们 Alice 提升影响力，还可以让我们在法国大赚一笔。怎么？你还担心什么？你是我看中和培养的人 ，Alice 也是我一手经营到现在。我今天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。你不要有压力，天塌下来还有我呢。方老师，我不是不信任你，我也知道我能走到今天，都是您给我的帮助。可能最近太累了吧。做 CEO 要学会承受各方面的压力，慢慢的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话了。爸爸，我之前不该对你那么说话，对不起。以后我去听你的话。不是的，爸爸，不是你的错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享受着你对我的付出和爱，我一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从来没有站到你的角度想过。周准出事的时候，我只想到没有他，我会活不下去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，爸爸没有我，我会伤心，我会难过。爸爸，我们回法国好不好？找最好的医生给你治疗，好不好？又发呆。吃水果。谢谢。想他就给他打个电话呗。我不想打扰他。就你这脾气啊，都不知道让自己受了多少罪了。你不开口啊，对方就会误会你；你不解释呢，误会就会越来越深，到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。可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。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那你现在到底怎么想的？你是想远离他，还是想接受他？好点没有？我没事。
有什么反应啊？任何人一时间恐怕都难接受。我只希望他能早一点缓过来吧。你现在最应该做的，就是放下一切，原谅你自己。那你能原谅我吗？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。既然是因我开始，就让它因我结束吧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我打算去找霍泽云。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你放心，我并不是想报复他，我只是想给彼此一个机会，让我放下仇恨，让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所以你是要原谅他了吗？也许只有放下，才能获得重生吧。我知道这么做对我们来讲并不公平，但是我想尝试一下。如果你能支持我，我可能会显得更有勇气一点。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齐磊，坐。我帮你点了咖啡，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口味变了没有？没变，还是老样子。谢谢。有些事虽然过了很久，但是一旦形成习惯，就再也不会改变了。齐磊，你说呢？我知道你迟早会约我出来，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。所以，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。你希望知道一个答案？是。当年为什么那么做？当年我提出要注资爱丽丝，你一直反对，为这事还和伊恩吵架。可是你的目的并不是爱丽丝。对，是为了霍氏上市。我辛辛苦苦地把霍氏做到一定规模，眼看就要上市了，我希望把盘子做得更大一点，所以我计划收购一些小公司，其中爱丽丝是我最有信心拿下的，因为她的3个创始人都是我的学生。我自信地以为，在爱丽丝这儿绝对不会出问题。可偏偏在这件事情上，我跟你有了分歧。最不应该出问题的环节出了问题，所以你要置我于死地。汽车掉下悬崖并不是我的计划，可是这事就这样发生了。为了这事儿，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当中。为了消除我内心的不安，我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当年我也只是希望你受点伤，只要你不站出来反对，我是可以说服伊恩把爱丽丝装进公司的。为了上市，说白了就是为了钱，你可以随便的牺牲别人的性命。我那个时候和国外的基金做了对赌，如果公司不能够按时上市，那我就再也不能翻身了。我辛辛苦苦得来的这一切，不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爱丽丝就功亏一篑吧？我霍泽宇的事业也不应该到此为止吧？那你现在觉得值得吗？值得不值得，都已经这样了。